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五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俩在一起都8年了，我想和他结婚，但他根本不同意。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只想给家里一个交代。我俩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是没事找事儿，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吵架。为什么就不能空出时间一起搞事业呢？他总是认为我是过错方，不理解他。在他心里，事业比我重要，遇到问题只会敷衍了事。我对这段感情真的没信心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宋，28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女嘉宾小王，26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两位，有请。认识好多年了是吧？对，8年了。啊？8年了。我的天哪！今天为啥来？今天是我要来的因为我俩在一起吧，毕竟是处了时间太长了嘛，然后我就把结婚提在日程上了。你要娶她了？对。哎，好。但是呢，他就是以各种理由推搡我，就不同意。我觉得结婚的话，起码是要有一种冲动啊和激情。我们两个可能也是时间太长了，现在平淡的像一潭死水，就是除了工作上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怎么结婚呀？你爱他吗？我爱呀。你是因为年龄到了想跟人结婚，还是说你没有觉得该娶她了？就是因为毕竟说在一起也是8年了嘛，彼此的性格啊也都了解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呢一起经历了。目前呢，我俩的工作也趋于平稳状态，有自己一定的存款，房呢和车也有了。毕竟是从小吧在爷爷奶奶长大嘛，也想让爷爷奶奶看到第4辈人出生。他说这些话，我觉得他就像是要完成任务一样。他就是说想给家人看见啊，亲戚朋友看见我们8年了走到一起，而不是说想跟我结婚。我们两个现在真的是除了工作没有任何的交流，就因为我们两个工作都在一起嘛。我觉得他就是有利用我的，好不好？说利用没有日常，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利用我。因为公司的话，就是内务相当于一直我在做，就是有我在的话，他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可以扩展其他的业务。我们1年到头就是基本都很忙吧。然后他现在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一忙的时候啊，他就会冲我发脾气。然后那不是因为你工作做得不好吗？不是，你小事私下是不是也有冲我发脾气的时候？然后他冲我发完脾气呢，还不知道跟我道歉，也不会说去哄我一下呀，他从来不会。但是在我心里真的是一直放着。你们俩是共同创业是吧？对，共同创业，一起开的公司。对。谁是老板？我。您主要负责？内务和财务。那不挺好吗？但是我们两个之间除了工作没有任何的话语。然后年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轻松一点，我说我们出去玩啊，然后他也同意了，做好计划了，机票都订好了。临近出发，他跟我说去不了了，他那边有工作要出差一趟。后来我想生意主要还是去吧。之后我才发现他是跟其他的女客户去海南旅游了，因为当时他那个微信是登在我们公司电脑上的。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客户给他发说的那个记得带泳衣泳裤，他这面放我鸽子，那面去跟其他女客户去海南旅游了，还带着泳衣泳裤。这个是这事儿咋圆？这个后面我也跟他解释了啊，为什么说是我跟那个客户过去，是因为人家客户一家老小，包括自己的爹妈，还有自己的老公儿女啥，人家都去海南那边去旅游。因为说他是我可以来说是我创业当中一个好大姐吧，就是一直很照顾我。他就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小宋，我给你介绍一个当地做系统很厉害的一个客户，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那么我当时就在想，那么肯定是以工作为主嘛。那旅游的时候，咱们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旅游。可是旅游也没有必要去带那个泳衣泳裤啊。再一个，主持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以前有过前科，也是因为经常需要出去应酬嘛。有一次，一个女客户，
他出去跟客户吃饭期间，他还跟我说啊，说这个女客户有多矫情呀，他不断的跟我强调他有多不喜欢这个客户啊。我当时就真的是以为他很讨厌这个客户，也没有多想。然后有一次，因为就是业务看手机，我就看见一个女的给他发消息，说我这边刚睡醒，你在干嘛？然后我就点进。这个是你看啊，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毕竟8年时间了。我要是第2天跟他说，他肯定是揪着这个事情不放。但是过后我也给他发红包了。对，发红包真的，他发红包用我的亲属卡给我发红包，用我自己的钱给我发红包。啥意思呀？就是我没钱呢。哦，公司所有的收款、所有的收入都是进他的账户、进他的卡里边。我呢，就是他1个月给我批点亲属卡，就是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在他的监视下。我为什么要问他这个人吧？就是挣点钱了就开始显摆。就是我们去年回家的时候，我说坐飞机回去吧，然后他不干，要开车。我说太远了，因为我们是从深圳回哈尔滨。我说这么远的路程开车太辛苦了，他就拗不过他呀，最后开车回去，还租了一辆车。我们开了有5、6天，车都没有停过，我们2个一直换着开，赶到过年才到家。你说到家休息一下，拉着我马不停蹄的开始拜年，就有一点亲戚他都要去提着年货啊去看人家，然后家里有老人孩子呀，无论有几个，都要包红包200、300的。然后更可气的是，他那个给那个小区保安买了2条中华烟，他就是显摆他现在挣钱了，真的是。都不知道该怎么显摆好了。远亲不如近邻嘛，我奶毕竟是马上80了，自己一个老人在家，有什么事情给保安大哥打电话，肯定第一时间到。但是男人嘛，衣锦还乡也好面，对吧？这个是肯定的，要点面子是正常的嘛。对对对。我给你爸你妈买东西，你咋不说呀？那过年给我爸我妈买东西不是应该的吗？然后跟朋友我说那个我们出去聚一下，他就不干。我说你陪我去，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然后好不容易给他说通了。他穿了一个棉睡裤，他上面还写了几个字：见到朕为何不跪。穿了一个老头的背心儿，就跟我出去了，多气人呢！那应该是时尚款吧？它不是时尚款，这就是故意的这个中间吧？我为啥说我要这么穿啊？是因为在我俩刚开始处对象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朋友就没有瞧得起我。哦，故意穿的，你看。然后呢，在深圳别管啥车，我是租的，不是自己买的，我租个大 G 回去了。但是说我到那儿，我就为了打他们面子啊，我肯定不能给你们脸面啊，因为可是过年我们才聚到一起一次，你有必要那样吗？对我来说，而且他吃到中途一顿贬低他们，贬低完之后到中途他就离场了。我去，我感觉就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第二个是啥？我为啥中途离场？我就感觉他们去那种地方酒吧，哎，闹闹吵吵的，我就很不喜欢。有这个时间我节省下来，我为什么不去多搞一点钱回来？多去工作，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了之后呢？大过年的您去哪儿搞钱去？又回了哈尔滨？您业务不是在深圳吗？我们这个业务是过年春节当天，整个华南地区也是可以发货了。看见没有？人家是大老板了，这是他的性格，我们看见了，有仇必报。比较要面子，特别能显摆。其实他的性格也是很那啥的呀。你像我出差，他呢为了监管我，我就是一个小犯人一样。
他以他老弟放假的名头，给他老弟整过来说跟我一起出差。他俩就发微信啊，我们现在到酒店了。我去客户那里的时候啊，他现在去拜访客户了。我们晚上和客户吃饭的时候啊，他现在在跟客户吃饭。我老弟为什么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不跟我说吗？他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就是以前的时候去哪里了，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人，有什么好玩的，他都会跟我分享。现在呢，我一问他干嘛，我忙着呢。刚开始创业初期的时候肯定是不忙嘛。但是说现在我天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电话就是一直在不停的状态。你忙的连回一条消息的时间都没有吗？其实我感觉我也对你够百依百顺了吧？你相中那些包啊、化妆品呐、首饰啊，咱们也都说给你买就给你买了，对吧？还有一个是啥？主持人，他瞒着我，跟他朋友去投资了一个艺术班，投资了10万块呢。他朋友不到1个月把钱卷跑了，现在呢？还要再去开个店，又要开一个什么手工班，隔行如隔山。你说你去做那个你是想要跟我分手吗？我怎么就能上升到分手？最开始我是学画画，我们两个去的深圳，他陪我的，然后阴差阳错才开始创业之路。然后我就是属于放弃了我那一个，陪他开始。明白。但是他现在是稳定多了，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每天真的我经常被他还要批评，我心理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做得不好肯定要批评你。我就心想啊，我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总这么否定我，总是这么否定，我就觉得我离开他好像什么都不行一样。我问你们公司老大几个问题行吗？辞职可以吗？他辞职不可以。为啥？因为我没说分手啊，我只是说从公司辞职。他现在根本就不可能辞职，不可能让他辞职。所以人家是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吧？对，因为所有的东西他这边管着我还是比较放心的。辞职不行。分手呗，分手也不行，毕竟是8年了嘛，心里边还是比较爱他。所以他就会想啊，到底这个男人是爱我，还是爱跟我在一起做的事业？我们俩到底是个合伙人还是恋人？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自始至终想法就是我俩再努力一下，把公司做到另一个高度。然后呢，我也就是内心也在想说去支持他的梦想，但是说他就是一种盲目的投资。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到底是你的恋人还是你的合伙人？恋人。那你放他自由啊。现在，你放他自由啊，你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我现在就理解为什么他会开艺术培训班了。你放他自由啊。可以。确定吗？确定。干吧，姑娘。之前就真的一次一次的否定，我觉得我去干其他的。从他公司离开。干。只要他的想法，他的梦想，如果说要是能换来我俩以后的，别说，他这梦想换不来你俩以后的长治久安，他我就是想有自己的一个小工作，在这儿干的不愉快。对，本来都是为了他，然后你在这儿干是因为爱，对不对？对。你现在还爱这个胖子吗？喜欢，其实他对我挺好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不断的否定我，就是甚至他有时候否定我否定的，我觉得好像是我离开他，我好像干不了一样。如果人家同意的话，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越快越好。他说结婚，那你现在脾气多大，你自己不知道吗？他没事他就冲我发脾气，而且他有问题从来不和我沟通。我其实听完他们的这个事儿之后，我心里也特别的挣扎。恋爱了8年，还有合作关系，相当于吃的苦是一起吃的，享的福是一起享的。就这2个人，你觉得好像他们那个骨血都融在一起了，你怎么让他们拆？从公司来说不好拆，从情感来说就更难拆，也不行啊！你这进入到婚姻状态了，如果一个男人总是这么忽视他妻子的话，你又会很同情他的老婆。我给你做一特难的选择题，行吗？就是再嫁给他，和开一个自己的艺术培训中心，如果只能选一样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我想开自己的手工店，但其实他为我付出不少。如果非要2选1的话，还是选他。听着我都想哭，有没有感动？有。这个问题要问你的话，你肯定是选公司了吧？其实我也会选他。你骗人！我没有，因为公司上台阶和娶她，选一个。娶她。你确定吗？确定。我没什么要问的了。8年了啊，各位老师慎重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宋，你们俩在一起8年，你想说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交代，进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想要说对家里人有一个交代，但是这8年你付出了，他这8年的青春也是妥妥的付出。你不要想说最后到踏进婚姻的时候，你对所有人都有交代，你对他没有交代啊。我建议你们俩现在不要踏入婚姻。女孩，这是出于一个保护你的立场来说的话，你应该尝试一下，你离他远一点，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像他今天在这说的那样去对待你，他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可以未来作为你的臂膀，可以作为你的大后方，让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在一段关系里面，自由生长非常重要。在你自己没有在情感里面非常舒服的一个情况之下，不要踏入婚姻，不要因为任何人催你，也不要觉得说是因为年纪到了你该交卷了，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幸福是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一切都有希望，你觉得什么事儿都能做好，你觉得你们俩可以共同面对一切的事情。他现在就是让你自己面对，他把他的负能量都导给你，说明他还需要成长，他还没有到那个可以成为你的丈夫，他没有到这个阶段来。我跟你说，男孩，他真的很爱你，但是当他开始决定瞒着你做自己培训学校的时候，他一定有那么一瞬间想过他要离开你了。但是是什么情况？他被你逼的。他但凡跟你说出来，你会支持他，他不会偷偷去做这件事情。至于你说的什么娶她这些东西，在现阶段看来，在他现在整个身心破碎状态下，不可能的。我最近去深圳，我去做咨询，我见了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夫妻店。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句口号：搞钱。除了搞钱，拼命搞钱。就是拼命搞钱。可是我会发现有很多人，特别是恋人或者夫妻，他们忘了一个生活的本质：我们赚钱是为什么？我们赚钱只是为了赚钱，还是赚钱是为了让2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吃饭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下去，更好的搞钱，还是吃饭是为了真正享受食物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味？包括我问过他们很多人，你们现在还看电影吗？特别是30多岁的夫妻，我说现在还看电影吗？啊，看啊，那是必须要做的事儿。他把看电影变成了任务，同样他们把跟对方吃饭变成了谈业务。我也觉得我们2个可能离开，可能感情的交流会多一些。也不一定，也许你知道，你离开过后，这个公司可能经营会不善，因为没有人能够更好的像你一样管财务。不容易的，对。然后对他来讲，他也非常清楚，他现在要支持你，你真的能做好吗？也不一定，因为你自己内心也是犹豫不定的。所以我倒觉得，现在你们2个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真正的如何先把你们的关系搞好，能够抽时间好好交流一下你们的情感，可能真的是真正的约会吃一顿饭，而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去谈一下业务怎么发展。2个人真正能把感情稳定好，能够真正的有日子可过。所以我在想，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就是2个人在一起能够彼此的去关心对方，可能关心对方的身体，关心对方的压力，关心对方开不开心，关心对方累不累，可能这才是你们想要的，而不是现在你们4分5裂的，一个想要去炫耀，一个想要去逃离。所以想一想生活的本质，也许你们就能找到你们的初心，可能结婚也好，工作也好，都不是难题了。小伙子，有空装，没空爱。刚才有一个环节你说感动了，在我们听起来那是心疼。感动啥意思啊？他为这个事业为你付出那么多，感动了，但是你别忘了，其实更多的是心疼。我们都感受到了，你怎么感受不到呢？其实这姑娘真的挺好，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们在一块8年，你刚才也说了，我什么都了解，但说实话，你还真不了解，而且这种不了解是建立在你的女朋友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你还是不了解。她要的是什么？她的委屈是什么？
他的痛苦是什么？你听见了，你装听不见。表面上好像你也在付出，没错，你确实也在付出，但是你明明听见了，他要的不是这些东西。问题在哪？他此刻在流泪，他此刻在委屈，他此刻被你否定，他此刻没有情绪价值，此刻里没有爱情。这一刻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到绝望，你还看不到，兄弟，两个人拼不到今天，真的也不容易。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结成正果的时候，你们居然要说分开，分开吧又很虐，但是在一块又不快乐，你们过成什么？明明挺好的两个人，却过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特别替两位难过的事儿。咱们把事业稍稍缓一点点，两人留点时间和空间，尤其用心看看我们在情感上交流些什么。再亲近的人，如果不说点知心话，没有点温情的话，也都淡了。所以我不建议按照这个节奏再往下走，把情绪价值放在第一位，健康快乐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方向对了，那么其他的也都容易对了。女生用8年的感情赌后半生的幸福，我不认同。分手确实很难，因为你可能是会经历人生的地震，事业、感情都要重新开始。但是如果现在这么一滩死水，这个男人的眼里面一点儿都没有看到你的存在感和你的价值感的日子当中，你继续下去，那不就是对不起自己，在浪费时间和生命吗？她为什么要嫁给你？婚后的生活一眼望到头，一点交流都没有，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一点爱都感受不到。你现在对他都已经这样了，婚后可想而知，更不搭理他了，反正都娶回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拉一拉你，往下拽一拽你的时候，让你认清楚，在你生命当中，在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没成功的时候，是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他到底有没有价值感？他到底有没有存在感？其实这段感情对你而言，说白了就是腻了、累了、懒的。以前为什么每天能谈完客户，然后跟他去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新鲜感还在。现在为什么不能？真的忙吗？没那么忙。应该是如果公司真的越来越稳定了，反而老板应该是轻松下来了，因为公司上轨道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更应该有时间去跟他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觉得他不嫁真的是对的，这个选择真的是对的，好好考虑一下，千万不要就把这个枷锁套在说，哎呀，都已经8年了，不能分啊，就分了多可惜啊。可是你才26岁，选择什么样的婚姻，就是选择了怎么样的人生。我觉得你既然有梦想，你可以去实现，可以去追求，千万不要用之前已经都投入进去的时间成本去衡量未来还没有投入的时间成本。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着急，一切都不着急，你们先停下来，不要催他逼他嫁给你，不要觉得他不嫁你就是他不爱你，或者你们的感情怎么样，你们感情确实出现问题了，现在停下来，我觉得是及时止损的一个状态。就这样。谢谢莎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们。我想跟这男孩说啊，你现在的状态就很膨胀，公司能发展到现在哈，就取得现在的成绩，你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人家也是功臣。你又有什么自信可以这么去批评他、打压他、去不尊重他呢？你们现在都沉下来吧，都想一想当初为什么出发，然后两个人好好聊一聊，找到一个他觉得舒服，然后我觉得你也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点，希望你们能爱情事业双丰收。其实对于你们的关系啊，我非常的乐观，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对，因为希望就在今天，就在转角处。你们在一起8年，前面的8年是公司的合伙人，你们共同努力的是公司的资金账户，但是从今往后更多的经营的是你们的情感账户。
那情感账户靠的是什么呢？关心、理解和支持。从今往后，你们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是家庭的幸福。谢谢老师。不同的人生阶段啊，大概呈现出不同的图画来。我一直觉得人的心就是那么大。我90%给了工作的时候，我给到家人、给到朋友的大概只有10%。所以在这8年里，所有的心气儿和心力都放在了创业上，而忽视了彼此。在我看来，是正常的年轻人都会这么去做的。现在好在什么地方？有基础了。因为你们最要追的东西不是差不多追到了吗？下一步才是怎么活得更自我、更开心的一个时代。我倒觉得应该是往前走。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加油就好，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刚刚也是咱俩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嘛。我想对你说，就是你所说的东西我都会及时更改。你的梦想你可以去实现嘛，后面我来帮你兜底。我真的就是希望以后有事情我们好好解决，你就跟我沟通，然后脾气小一点，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发脾气解决不了事情。这些事情以后都会去改，及时的去改正，有矛盾咱俩就及时去解决。你爱不爱人家呀，老大？说呀，爱不爱人家呀？谈买卖呢，说不出来。这啊，爱不爱都说不出来了。没有，是太多人了，不好意思。好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文老师预测一下。双出，双出，肯定双出。双出，但是我特别不希望他俩在一起。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去求婚，赶紧跑！我要是你，我就拉过去求婚。我告诉你，胖子。来吧，求婚吧！这么大的舞台给你还不赶紧啊？对啊，抓紧啊！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跪下来求。干啥呀？发自本心的。想娶她吗？想。求婚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事儿你都不好意思，你还能？你想啥呢？快点吧！这么多人帮你，帮你了，你女朋友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现在都不给，我就不看好你。嫁给我吧。对，你可以拒绝。很真诚的哟。我再考虑考虑，看你改不改。改了。干啥了？可以我再考虑，看你表现。我给你画个戒指过来。再求啊！我把所有的以后那些臭毛病啊，和不和你沟通的那些话题啊，都给它改掉。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吧，这多年辛苦，加入我。哎呀，回去冷静一下，商量一下婚期，啊，给我们来点喜糖总可以吧？啊，谢谢，加油好不好？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请回，请回。其实这姑娘挺冷静的，她没有马上答应，我觉得特别好。祝他们幸福快乐。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离异过，跟他在一起就是想让他成为我跟孩子的靠山，但是他现在对我们根本不上心，对这段感情也没有任何激情。
我觉得他太霸道了，总是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做事，还老挑我的毛病，一点也不替我着想。他口口声声说爱我，但是他根本不懂得和身边的异性保持距离，我现在很没有安全感。他太敏感了，我是真心对待他，但他却总是疑神疑鬼的，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我真的很无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荣先生30岁，来自吉林，外卖员；王女士30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资料上面说您是离异的。对，我是离异带个孩子，然后离异5年了。孩子多大呀？孩子今年7岁。男孩女孩啊？女孩。你是？我一直单身好多年了，单身好多年了。对啊，有过婚史吗？我的意思没有哈。对，怎么认识的呀？就之前在聊天软件上聊天认识的，谈了1年了是吧？对对对，1年多点。今天为什么来呀？他要来。是我要来的，因为我觉得相处1年多了嘛，他对我的这段感情感觉没有激情了，然后我感觉我一直在付出，看不见一点点的回报，然后我现在感觉要走不下去了。说说吧，怎么就觉得撑不下去了？因为我这不是离婚5年了嘛，然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那这孩子比较小嘛，然后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想自己的事情了嘛，然后我就通过软件不认识他了嘛，我也有点私心嘛，就想找一个依靠吧。这样，我前夫总时不时的变着法的一直就欺负我们母女2个。因为离婚协议当时写的是每个月给我们女儿1000块钱的抚养费，然后现在每个月只给500，然后他还拖欠。在离婚之前吧，孩子的爷爷就是种地嘛，差了点钱，就是在我的母亲头上贷了3万块钱的贷款，在离婚协议也写到了，但是一直没还。我以各种理由，然后他也不还我。你看我要不来，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了嘛，因为他是我的依靠啊，他是我的所有了呀，对吧？我就想让他去帮我要这个钱。然后他呢，我表达完之后，他就心不甘情愿，他说啊，为什么就我去要这个钱呢？主持人，我这钱我没法去帮他要啊！你听到他说的重点吗？他前夫的父母用他父母里面去借的那个贷款。那你是我现在最亲的人。那么复杂的家庭关系，我只是她男朋友，我怎么去掺和进去啊？还有主任，就是我前夫不是知道我这个处了一个新男朋友吗？然后就来我家里找事儿嘛，然后就跟他说，就是啊，你们2个。处对象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好好对我姑娘。你如果对我姑娘不好的情况下，那我就给你俩搅黄了。他当时听了就特别生气，然后就跟我前夫说的啊，你抚养费给的这么少，然后你还拖欠。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对你姑娘不好的情况下，那你就把她带走啊！我还不想跟一个拖油瓶在这处对象呢。那你说他说的什么话呀？虽然说气话，但我觉得就是真心话呀。我那不是真心话，主持人。你说，如果我真嫌弃他带个孩子，我嫌弃他有拖油瓶，我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我那就是当时跟他前夫我吵吵起来，我生气，我就是想埋汰他，我恶心他。我觉得气话就是真心话，你就是嫌弃我带孩子吗？你自己嫌弃自己吗？我不嫌弃啊。那不就完了吗？我倒觉得他那个话是个气话。我真就是气话，就是上头了。我觉得是个气话，因为如果他真的在乎的话，他不会跟你交往的。他对我的女儿就是一点关心都没有，就是做不到视如己出。有一次半夜10点多了，然后孩子高烧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吧。他3个小时之后到的医院。你说你让我怎么想啊？主持人，我平时很辛苦送外卖，其实正好我那天我单特别多，我送了得5、6、10单，我下班回家就有点晚，我特别累，躺床我就睡觉了。他给我电话打起来了，我醒了，那我就去呗。但是我累一天，我头确实有点晕，我寻思我缓一缓我再起来。你送外卖都能这么准时，当我和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迟到3个小时你才到这，那你不是你先弄清楚，那孩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他接受我了，他得接受我的孩子呀。他接受了，他去了。他还是没放在心上啊。我只是累了，我一点不关心，我不去。对吧？我去了，我只不过我当时我确实难受，我去的晚了。而且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坦诚，我就是特别累，我想再喘口气儿，我再走，结果没想到我又睡过去。那我在需要他的时候他没到场，那我什么都弄完了他再去的，那我觉得那我还不如我自己呢，我找他
做什么呀？它的意义在于你在那一刻精神上有人帮助你。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给孩子他爹打电话呢？他爹那个该出现的不是应该孩子他爹吗？他爹本来就是没有责任心呢。对他爹都没有责任心，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为什么要对他有责任心呢？就因为爱你吗？那我觉得爱我就得接受我的全部。接受了呀，去了呀，去晚了呀，没有达标啊，仅此而已啊。那我也接受不了。我为什么跟你说不要指望他对他视如己出呢？你那还是个闺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大家都挺好的。那我后来也让我，因为孩子也达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嘛，然后孩子的户口还在长春老家啊，然后我就让我妈妈把孩子接回去吧。我说我妈妈来了，你是不是应该见一面呢？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啊？然后他当时就急了，你知道吧？我倒不是急眼了、生气了，我就是不想去见他妈妈。他妈妈她本来就看不上我，嫌弃我送外卖的。那你说我俩在一起其实也没有多久，那我感觉就没有必要去见呢。是我妈对你印象不好，也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但她毕竟是我母亲，你见一见也是很正常的呀。那我最后我不也去了吗？你去了，你拉了个大脸，就是我妈，反正说的也比较难听吧。我妈说，我不太看好你们之间的感情，然后你这么也不待见我外孙女，那我就把我外孙女带走呗。以后你们两个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告诉我，咱们就自己过自己的。他们两个之间就怼起来，你知道吧？他还说了一些，就是，那孩子你不是应该的吗？那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呀？对我母亲，我觉得很不尊重。主持人，这事儿我承认，我当时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感觉我说的话没有错。哎呀，这事儿你要客观冷静的说呀，就不该这么急赤白脸的就见父母。你们这八字还没一撇，见什么妈妈呀？这事儿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处理好，咱就心平气静的说，你说让他感谢啥？他把我的孩子带走呀。不是，那是你的孩子，跟他，我们还是说这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听起来觉得特别冷酷啊，就好像不近人情味儿啊。但是你客观的冷静下来，你仔细想，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关你过不了，你再婚这件事儿就特别难。你得先把这个心理坎儿过去了，才好办。你就想，他为啥要感谢你妈带了你的孩子？该感谢的是你前夫和你，跟他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而且孩子是他要求送走的吗？不是。对孩子也不是那么太上心呢。他30岁，他没有结过婚，他没有孩子，他怎么对孩子上心？一个7岁的女孩，你让她怎么去？是，他没有当过爹。就是没有这种经验，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呀，对不对呀？一点这个心劲儿都没有。你要求太高了，你选错了人，我只能这么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给孩子选一个后爹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有过当爹经历的人，或者他也带着一个孩子，你们俩这样可能能达到你的要求。你要求一个30岁都没当过爹的男人，按照你那个标准，真的挺难的。我就觉得他跟我妈妈也是比较陌生的嘛，也不怎么去接触嘛。然后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在旁边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感觉也很不礼貌。不，这只能说明你有问题。那每次他跟他妈妈打视频的时候，我都会主动去跟阿姨去。这也说明你有问题，你没有分寸感。那我觉得应该有沟通上的呀。那只是你觉得，你太着急了。我们再往下听，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让我没有安全感。他处了一个2年前女友，每隔1、2个月，他的前女友去喝多的时候，去他楼下去找他，他还当做老好人，他每次还打车给他送回去。我不是打车给他送回去了，我是叫个出租车，让出租车送他回去。还有一次就是我碰见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前女友还对我挑衅，他说：“姐姐，你跟他分手吧，我后悔了，我们要复合。”他呢在旁边，然后还要给他送回去，然后我就急了，我说为什么还要送你啊？我说那你就给你父母打电话，让你父母来接你呗。然后他后来他感觉就是挂不住脸了嘛，他前女友就走了。他前女友是始终拿他是当做一个提款机似的，你知道吧？他在打工嘛，工地，然后每到开工资的时候，他会给他2/3，然后就给他前女友，就这种状态。我觉得他前女友在我这儿就感觉就是个定时炸弹，你知道吧？还有就是微信。还有所有的联系方式、电话呀，什么都不删除，我让他删他也不删。你是还是想跟你前女友复合吗？
我没想过跟他复合，他不就是没有安全感吗？对吧？我给他安全感呢。我前女友她总是喝多了之后来找我，想在楼下堵我，我搬走了，对不对？我让他找不到我，不就完事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删呢？你都搬走了，你为啥不删除所有的联系方式？那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2年也是有感情，对不对？虽然我们不可能有感情，为什么要接触下一段感情啊？分手归分手，那不可能就是当仇人了吧，对不对？那你那么宠他，那你就我不宠你吗？我也宠你呀，对不对？除了前女友，还有个女闺蜜。那不是女闺蜜，那就是邻居家一起长大的，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姐姐，我们都当哥们儿处。就是女人的第六感，见到她女闺蜜，我都感觉我特不喜欢她。他们俩有时候还约，每天一起吃个饭呢什么的。那你这是什么作为呀？我们俩要是有事这么些年，那不早就有事了吗？对不对？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俩不要单独去见面，因为我也在这儿。要是你俩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你把我拉着，咱们3个坐一块儿，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这句话就我说了就跟没说是一样的，主持人，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就没有这安全感？因为我毕竟我离婚了。你是跟他经常见面吗？不是经常，但是偶尔也会见过那么1、2次面。那朋友之间你不可能说总不联系吧，对不对？是单独见面，还有其他的朋友？有的偶尔的话也会单独见面。OK。我为什么我这么敏感？主持人，我前夫就是因为出轨了，我只是不想让我俩这段感情再重蹈覆辙。然后还有就是，他前一阵不是做手术吗？他手里没有钱，差点钱。他都没有跟我说，他去跟他女闺蜜去借去了。你说那你做这是什么事儿啊？那你觉得你女闺蜜比我还亲，那你就直接跟她过就好了。你什么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不，你说我一个男生，我是他男朋友，我跟女朋友张嘴借钱，我是做手术，那不感觉有点让人瞧不起吗？是不是？那你说，那我朋友，我哥们儿。你借我点钱，我到时候我还你就完事了。兄弟朋友之间不很正常吗？我是你最亲的那个人，你要摆清好不好啊？你有什么事你就应该跟我说呀。你就转过头，你去跟你的闺蜜。你不会有别的想法，你不会看不起我、瞧不起我，但是我会担心呢，对不对？我不想张嘴管你借钱呢。行，这闺蜜的事说完了吧？没别的了吧？还有啊，我觉得她送外卖挺辛苦的。我就认识一个西餐厅的老板娘，我说你去那里去工作吧。然后他平时也喜欢喝酒，他那个店里边有一个就是吧台可以调酒嘛。我说顺便学一学，以后即使你不在这干，你有个一技之长，你当个调酒师不也可以吗？我处处都为他去着想。然而他呢，干了1个月，调酒师什么的没学明白呢，人家跑了，你知道走了，你知道吧？他根本不是说替我接受工作，那就是借着给我找工作的名义去监视我，你知道吗？你去哪有监视你自己没有原因吗？然后那个老板娘跟我说。他平时跟前台小姑娘开玩笑，然后聊天还有一个外地的小姑娘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有意思，还对他表白了。别说的那么过分，行不行？那你说都在一块上班，那同事之间你唠唠嗑，那不很正常吗？对不对？你是有对象的人了，你应该拿捏这尺度的呀。哎呀，他平时还有个毛病，爱买彩票。你想一夜暴富吗？你还是在白日做梦啊你？你想我买彩票分怎么买？他怎么买？你告诉我。我认识他这期间，他都花了大几千了买彩票，1年。对，我买彩票，我也不是总买，我也不是天天买，我就是偶尔我在这儿我不忙了，正好我路过，是吧？我进去我打几张，那你说我中了，哎，那是不更好？我还能挣点小钱。那你说我就没中，10几块钱、20几块钱，那我花就花了，我当做公益了，不也挺好吗？那我就觉得你这一点就是你还赶不上我前夫，我前夫还知道踏踏实实的呢。那你就想一夜暴富？我每天我也在工作呀。我也知道他想通过就是，不是你想多了。你发现没有？其实你已经越位了，哎，你已经开始管理这个小伙子了。我有话我想问他，你看中了他什么？就是感觉东北女人性子比较直，说话不拐弯抹角啊。东北女人那么多呢，但是就是有眼缘呗，聊聊天就聊得也特别合适，聊得来。就是我们俩没事还愿意唱唱歌什么的啊，就是有点共同兴趣爱好啊，唠嗑也能唠一块去。现在呢？现在凑合吧，凑合了啊。你看中他什么嘞？倒是我觉得挺符合我的审美标准的，平时也挺细心的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呀，我晕车嘛，然后会给我备些什么。晕车药呀什么的。好，明白了。今天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觉得你付出了很多，他没给你回馈，你想分手。对。他想跟你分手，你愿意吗？其实不太愿意。哦，不想分是吧？对。其实分手私下里分了就行了，肯定还有舍不得，所以才来这儿。我心里有好多不舍吧，然后想听听导师们的意见。懂了，老师们，你们看看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才30岁，这个男孩子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些东西？好恐怖啊！你上来用的所有的词藻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压抑。小王女士，你说他是我的所有，我一直在付出，这种话我听着我都很害怕。如果今天有一个或者是我的伴侣，他对我说你是我的所有，天哪，你说的话都太沉重了。还有一个，你想要2全，对不起，我至少在我这儿不可能给你2全，因为爱情保卫战保卫的是爱情，保卫的不是个人欲望。你说他的前女友把他当成提款机，我觉得你不止把他当提款机啊，你让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你又要求他共情你，为人父母，又要求他共情你，在你的前夫面前保护你，你让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只是在跟你谈恋爱这件事情。你说你一直都在付出，但是你的付出让他觉得是付出了吗？他觉得他被爱了吗？没有。他说了，我觉得你在监视我，我觉得你对我的要求有点过分，我觉得你无理取闹，这是你的付出得到的所有回馈。但我觉得我的方向应该是对的，我不想让他那么辛苦什么之类的呀。不是方向的问题，是你的一切的作为都不是为了让你们2个好，只是让你更好。小王，咱过分了，咱要求的太多了。你前夫是你女儿的亲生父亲，尚且做不到，这个不是亲生的，你如何要求他做到？我女儿在我前夫那得不到爱哦，我就想让她给予父爱。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说就要说你要找一个依靠，他就一定要当你的依靠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姐妹，你找错人了。你要放过你自己，你也放过他。你自己明明是说的是，你觉得现在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你想去谈恋爱。那你还是没有过新的生活呀？你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混为一谈。他已经努力去做了，不管做什么都是没做到位，不管做什么你都是做错的，什么都是错，不如不做。就现在你俩这个恋爱真的不谈也罢。男生，你恋爱谈的在你的范围内是有意思的，痛并快乐着，该给钱给了，该给时间给了。但是你给不了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想要的稳定的生活，还有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倒建议你想想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仅仅想谈恋爱的话，也许它不适合你。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一样的，结婚对象你是选错了，但恋爱对象你选对了。他真的能给你恋爱的感觉，你只要不对他有任何跟婚姻相关的责任要求都可以。婚姻相关的责任要求是什么？照顾孩子，他没有，做不到。你所说的责任和他所说的责任就不一样。他所有的人都是朋友，我都可以以哥们儿相处，无论男女，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有钱了我借，我没钱我找朋友借，特别好的恋爱玩伴。我已经过了恋爱的时，但是你选的这个对象，他就是一个拿来恋爱玩的人，他没有你想要的婚姻的责任担当。什么未来要跟丈母娘寒暄啊，他做不到。所以你现在不妨想想，你真的想要结婚，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谈个恋爱？如果你仅仅只想谈恋爱，开心一把的话，他可以，你别对他有那么多要求。但是对于我来讲，至少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听到的就是你真的想要一个家了，但你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个家。但是你真的想玩，你没有想要家，你就不要去霍霍他了。我先说一下女方吧，你要的东西要不到，因为你不配。这个配不是骂人，因为配的东西呢，它是自动的就会回到你身边，不配的东西要也要不来，要不来怎么办呢？还要努力，然后就会出现用力过猛，作了开始。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配得感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那份温柔？有没有那份情感的价值给到对方？
有没有那样的魅力让对方魂不守舍？一定是，当你拥有的时候，自然就会得到；当你歇斯底里呐喊的时候，都是你不配得的。要么就是要错了方向，或者就干脆不该要，也就别作，折腾谁呢？自个儿累吧。不要像一个枯萎的花朵里要曾经的芳香，它本来就没有，怎么努力都没有。女朋友难受了，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想跟人家结婚的话，丈母娘说两句难听的话，我也能忍，因为我爱她。老师，其实你别解释，我只能说，你爱的还不够。所以啊，如果你没有打算和他走入婚姻，没有这个计划，如果你没有那么深爱他，请你离开他。有一天他会更疯狂，管你要一些你根本给不了的东西。我完全不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啊！我并不觉得爱情可以无所不能和伟大到一，他妈妈出言不逊对他，他就不还嘴；二，他的女儿病了，然后他前夫都不到场，他要赶过去。爱情没那么伟大，你也没那么重要。千万不要再助长他的这个气焰了。他现在就觉得他什么都是错的，他对他什么都是应该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对你的爱是应该的，人家不欠你的，凭什么呀？孩子的亲爹都不尽的责任和义务，你让一个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去尽，你怎么想的呀？因为我跟前夫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也不看我女儿，所以就不联系。所以呀，一个亲爹尚且如此，你怎么要求他？你刚才那个话有一话让我特别生气，我说啊，你这样你还不如我前夫呢，我前夫都踏实肯干，踏实肯干，1个月1000块钱的抚养费才给一半啊，有你这么损别人的吗？你特别的双标，你知道吗？面对你妈、你女儿和你前夫的时候，甚至是你前夫，你都不说一个不字，到他这儿什么都不对。先是你妈妈对他出言不逊，他和你没有结婚，那就是女朋友的妈妈是我尊重，我去了，我都已经去了，你妈妈还是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你妈妈？你为什么要要求我？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些。是的呀，你妈妈想让你过得好，不能把你过得好绑架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吧？那你妈妈应该说你，你怎么不争气呢？凭什么骂这个男朋友呢？我也在努力呀。你这话就聊不下去了。咱俩说的是一件事儿吗？你都给我整乐了，我也在努力。我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是你的母亲的话，我一定会说，你有问题，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是你的问题，我不会说别人的，不是说你没努力，他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一个批评项。所以我说的你的双标，就是你对自己所有有血缘关系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他不是，你对他的要求非常之高。你对他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对你前夫的要求，我不知道你咋想的。真的，我要是他，我一句话怼回去。你没有办法对我的孩子做到视入己出，是那个亲爹尚且如此，你怎么要求我呀？所以，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你如果再次想要选择一段感情的话，就是纯纯粹粹因为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而不掺杂所有说我要把我的人生、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以及我曾经受过的情伤都绑架在你的身上，让你来承担我整个人生，那样会压得任何人都喘不过来气，甚至都会把你推开的。谢谢珊娜老师，来帮猫团的老师们，我想跟男孩说掉头走吧，就麻利儿的立马的，因为他是在背着他的人设、他的过往在跟你交往，而现在慢慢的，你不觉得他要把所有的烂摊子都压在你的身上吗？他找你是要找一个救生圈，而你的这个救生圈，其实女孩她只能承担你的2个人的分量了，多一个都承受不了，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的用自己的这些奇怪的思维方式把这个救生圈扎，现在完了。他力不从心了，
他连你都承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劝你掉头走，这不是你能 hold 住的一个局面，好吧？作为广电帮帮团，我帮帮这个女孩子吧。我希望你认清一点是，你们现在是恋爱关系，恋爱就恋爱，不就谈个恋爱吗？不要用婚姻的标准去绑架他。如果你想再婚的话，咱不心存幻想。你别说恋爱承载不了你今天要的这些，你婚姻也承载不了啊。你的需求是什么？第一需求叫医生，要帮我疗愈第一段婚姻当中我受的伤。第二，讨债公司，帮我问我的前夫，把我前夫的父亲借我父母的钱给我追要回来。第三，我要一个特别好的男保姆，而且要投入情感的，对我闺女好的。这可不是一段婚姻能承载的。你先想清楚。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其实听了导师们说这些话吧，我觉得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吧。但是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吧，你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婚姻。也许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吧。我现在我也比较迷茫，我也不知道我们未来到底该怎么才能走下去。你掌控我，你占有欲你太强了。挺好的，你挺好的，不是不好，是你的要求太多了，你要降要求。婚姻都承载不了，你别说谈个恋爱了，对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我们预测一下，双不出，一样双不出，女不出。我怎么觉得会双出呢？这也是一个可能。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散了也好，按照各自的追求，再去重新开启。祝他们能够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谢谢老师们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